哇，还要过来有嘞 ，bro， 还要吃过来有嘞，没有给 signal man。哇，摩托反方向啊，摩托 ！Oh my god， 反方向！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 啦。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冲上云霄跟丁乱系列啦。上个影片呢，就是把这辆 Chery 的 Omoda 5把它开上来云顶三角的。那这个影片就会冲上云霄了喂 ，Chery Omoda 5 Omoda Wee， 没我妈打，你们喂。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啦。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话不多说 ，Let's go。这个外观的确是 OK 啦，前脸还好，那后面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好看。这辆车的轮胎配搭着 GT Comfort F50 215 55R18，四轮轮圈是一样的，前后都是有刹车卡钳的啦，自动解锁，非常的方便。每次上车之前呢，它就会先播一段这种 intro 给你 ，Welcome 那我们就上山吧。这辆车呢，我就没有，就开窗那些啦，因为这辆车完全是没有任何的声浪啦，应该是说没有 exhaust man， 所以我们就没有声浪。那我就直接拨到这个 Sport， 油门就完全变得比较反应快一点。那这辆车呢是搭载这是一个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啦，拥有着156匹马力，还有230个牛顿米的扭力。坦白说，它不错啦，这个感觉，只要是它 respond 快，叫了这么多云顶山路的话，其实我蛮喜欢 respond 快的啊。那直接长按这个按钮就可以使用这个手动模式了。可是它手动模式是没有人用换挡拨片啦，因为它没有。希望就是后面推出一个款式是有的哈，比较方便啦啊。CVT 无段变速箱可以模拟9速啊。踩到完了。哎呦，这个摩托为什么他们这样喜欢在最外面那条链呢？ESC 在工作了，看我的 power。这个轮胎还不算很咬地，还可以。所以，但是它会给到你一个 feedback 啦，就是说，我就来不行了，我有声音了。
what the？ 他没有在看后面，这是真的。哇，还要过来有嘞 ，bro， 还要吃过来有嘞，你有给 signal man， 直接在弯道外面，哦，加山路啊，真的要 smart 一点呗，真的，不然就出事了嘞。我都在地板油哦，马力不大就是好，可以地板油。之前加的 BMW M4 了，没有的完全发挥耶。这个刹车呢，要很重踩。如果在城市驾驶的时候呢，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很软啊，重踩。怎么这么都要靠右边的啊？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啊？什么逻辑让他们觉得我靠右边就是最安全啊？还是他们是外劳习惯了右驾驶？哦，好像一直在complain他们这样，算了吧，还是别说。地上是哦，下过雨吗？不会吧？虽然 body roll 比较多，但是就是像我上一集所说的，它的避震器呢，好像有那种分段式的，前段比较高，后面的到中间的时候，它压到一个程度啊，它就会变硬的感觉。离地界面虽然高啊，但是它 body roll 到一个程度，它就不会再弱了。它的神奇的一点就是在这里。这辆车上山不错了诶，城市驾驶也许有一点软，那么一到山路或者 highway 的话，这辆车就变成另外一个性格去了。当然很听话，这辆车屁股虽然是 Torsion Beam， 前面是 McPherson， 1.5 德波。如果在中国的话呢，它就有卖着1.6德波的 DCT 啊，那个就是一个Multilink 的后面的悬挂，所以它就驾驶感受肯定会有大大提升。给它休息一下了，我怕这个 CVT 等一下过热就不好了呗。加 SUV 啊，跟sedan上山完全不一样，感觉都不一样。哇哦 ，S660哎！看一下现在的油耗 Trip A， 我走了9.4公里了，12.1 km。Liter per 100 km，OK。Manual mode。这个影片就没有得看仪表，为什么？因为我如果放这个 camera 在这边了，太靠近那个仪表了，就照不到，也不好看。所以希望大家透过荧幕前面的你们，可以这个角度看得比较清楚一点，会更好啦。
这个 CVT 呢就升档还不错啦，降档的时候就有一点像 Honda 的感觉哦，它比较这样子。如果是Toyota那一种的话，它早就是有一点像 AT 的感觉了的，直接降就是降，尤其是 Direct CVT 的话更加棒。它很像 AT 啦，这个就 CVT 那种，就出来了。我感觉这辆车其实也算蛮安静一下的哦，没有开窗。至少呢，它操控没有 X50好，可是至少就是它的降档方面，它肯让我降，你知道吗？而且降档快 ，X50就是升档快，降档很慢，超级慢的那一种。所以就是某个情况，我觉得输一点就是在 respond 了，真的。这个就 respond very good man， 尤其是油门啊、反应啊，所以它的操控真的是没有 X50好 ，X50真的是有点娇小玲珑的感觉。这辆车毕竟啊，它是70mm 长过 HRV，40mm 宽过 HRV 的。轴距是更加长，所以有时候影响到一点点的那个操控。哦，为什么巴士开着门呢？没有 aircon 吗？CVT 如果是没有拉高转的话，这辆车是很安静的，基本上是没有声音的啦，只听到一点微微的飞机声，那个是要没有在开音乐的情况下，你就听得到。CVT 的声音开始出来哦，高转的时候。
都是在全油门的情况下，哎。哇，摩托反方向啊，摩托 ！Oh my god， 反方向！哎呦，这边云顶的摩托怎么啦？我一路上遇到那些摩托。把冷气帮我关掉，直接吹我自己的。Alright， 我们终于安全上到顶了的啦。这辆车的操控哦，比我想象中在云顶 handle 来的更好。这辆车差不多到顶的时候呢，那个 CVT 的噪音开始传出来，让我觉得有一点担忧。当然，它不像 Honda 一开始就会有给到那种 whining sound 的时候呢，你都不 care 了的啦。Toyota 的话就也是一开始没有 whining sound 的，差不多到顶的时候也是开始有，这辆车也是有。问题呢，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在 Facebook 看到 Chery 的一个 salesman 就排他的顾客啦，就说3个月就遇到 fuel pump 的问题 start 不到，反应也没有当这么大了。很多新车100辆里面肯定会有出现1-2个问题的，一定会有的。就好像你今天买 Apple iPhone 啊，不要跟我说它100架都会有，100架都是那么良好，一定会有几架会有一点少许问题的。那车也是一样啦，之前 Myvi 第3代推出的时候也是有遇到 fuel pump 的问题啦，不用太过放大这件事情来讲。当然，他的 Chery 的 salesman 也很负责任的，就帮顾客啊去 claim 啊，带顾客去看，这样很负责任。这样子的刹车呢，就在城市里面的时候，每次我觉得总是不够用，要很深踩。来到云顶山路的时候，当我重踩的时候是 OK 啦，所以这辆车的特性就是要重踩，它头段会给到你没有什么信心的。动力方面呢，对，虽然是比 HRV X50输少，可是它的 response 真的是不错啊，它的油门踩踏的反应跟它的 CVT 的反应综合到这辆车在山路是的确不错加的啦。虽然它的这个悬挂有点偏软，但是比我想象中好就对了啦。这辆车120千值不值得买？可以啊，性价比 OK。方向盘如果再小力一点就好了，可是看了一点大力耶，这个方向盘。这个车呢就会在星期2还回去，我就会换一个 Tiggo 8 Pro 回来。哟 Tiggo 8 Pro DCT Gearbox 还有 2.0 Turbo， 非常的好啊，那个。终于上到顶了，哇 ！OK， 这辆车才8000公里左右啊。Omoda 5之后 Tiggo 8 Pro 怎么样呢？留守我的频道，记得 subscribe Adrian Lim Channel。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想要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啦。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Goodbye。